爸妈在大学旁边给我和弟弟买了套房子，就因为我带闺蜜回去住了一晚上，弟弟的女友当场发飙，天天在我跟你弟这儿蹭吃蹭喝，现在还要再带朋友回来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反手将他的行李扔出了家门。妹妹，以后但凡你能再踏进我们家门一步，都是我的无能。我和龙凤胎弟弟陈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离家不远，坐高铁只需要1个小时，学校就在海边。爸妈直接大手一挥，在大学城旁边买了一套大3居，方便我和我弟出来住方便。有时候他和我妈想我们了，也会开车来小住一段时间。学校宿舍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我是有保女，因为和宿舍3个人的关系都不错，所以一直都选择住校，只有很偶尔的时候才会去学校外的房子住一宿。今天在食堂吃完午饭后，我突发奇想要去房子那边看一看，毕竟这个学期都过一大半了，我还一次没有回去过。我爸妈给买的房子离学校很近，走路也不过15分钟。站在房门外，我熟练地输入了当初和陈默一起设的密码，谁知连输了2次都在提醒我密码错误。我满头问号的给陈默打了个电话，接到我的电话时，陈默明显有些紧张。你不是一直住校吗？怎么今天突然想着回来住了？我语气有些不好。怎么，我还不能回家住了？你怎么把指纹锁的密码给换了？姐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们正在等电梯，马上就上去了，我上去再跟你解释。直到陈默急匆匆的跑了过来，我才明白过来他口中的我们是谁。只见他旁边站着一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，女孩模样长得挺好的，只可惜没什么表情，纵使见到我，脸色依旧臭着，好像我的出现是什么让他很不爽的事情一样。陈默迎了上来，有些窘迫的介绍道：姐，这是许琳琳，我刚交的女朋友，现在和我一起住在这里呢。好家伙，我亲弟交女朋友，甚至还住在一起了，我和他一个学校的居然都不知道。琳琳，这是我姐，和我们一个学校的。许琳琳这才看了我一眼，不冷不热的喊了一声姐。事实证明密码就是换了，换成了许琳琳的生日。原因是许琳琳闹着之前我和我弟一起设的密码太复杂了，她记不住。我也是无语了，凭什么因为她记不住就要换我家的密码锁啊？但想着毕竟是和她第一次见面，我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。直到进了家门以后，我才发现换密码锁并不是最奇葩的，更奇葩的是我弟居然把我房间和他的房间调换了。当初买完这套3居室后，我爸直接发话，将主卧这个带着独浴的房间留给我住，毕竟我是女孩子，这样也更方便一些。可如今，原本属于我的房间却堆满了一堆陌生的女装。我目光扫了一圈，又走到洗手间一看，直接被气乐了。之前我囤放在这里的护肤品已经全部空瓶了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谁用的。改我设的密码，住我的房间，用我的护肤品，这个妹妹是不是过分了点？看出我的不悦，陈默一副狗腿模样的凑了过来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跟琳琳这段时间的确是住在你的房间，但你1学期也出来住不了几次，这么大的房间我想着不住也是浪费。陈默不停的跟我陪着笑脸，而许琳琳却旁若无人的坐在客厅里吃水果，丝毫没有因为占用了我的房间，用了我的护肤品而赔礼道歉的意思。见状，我对着许琳琳皮笑肉不笑道：麻烦你以后把护肤品用完了知会一声，我下次从宿舍里带点出来，不然你让我今天晚上用什么？听到这，许琳琳终于抬了抬眼皮，
话里话外都有一些阴阳怪气的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你要是真的这么在乎那点小样，我让陈默赔给你就是了。我简直叹为观止。我那3个舍友在听完我的吐槽后，都劝我赶紧搬回去住一段时间。谁家好人住别人家的房子，还要把密码锁改成自己的生日啊？住你的房间，用你的护肤品，用就用吧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简直太奇葩了。他真把那套房子当成自己家了吧？念念，你再不回去住一段时间，那女的恐怕真的要默认这是她和你弟的房子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听完以后，我反手就收拾好了行李箱，当天晚上就搬去了校外的房子。直到搬回来住以后，我才发现陈默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开始做起了兼职。老实说，爸妈每个月给我们的生活费虽然不算太多，但每人每月也有5000块。我一个需要买护肤品、化妆品的女孩子都够用了。陈默不抽烟也不喝酒，居然还要打工做兼职赚钱。我准备晚上找陈默问问怎么回事。当天晚上11点半，我弟终于回家了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榴莲。姐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他有些惊讶，很快又笑了。正好我打工的那个便利店的榴莲在打折，我想着你爱吃，就给你买了一个回来。我鼻子里冒出一声轻哼，可能是从小被我压迫的，导致陈默的脾气被锻炼得很好，也很会照顾人。我一边吃着弟弟给我包好的榴莲，一边询问道：“你有这么缺钱吗？为什么还要出去打工？”没办法啊，陈默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。这不是苹果15出来了吗？琳琳吵着要我给她换手机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她想要的东西我当然要满足。对此，我只能表示尊重、祝福。没想到第2天上课的时候，我忽然收到了一条许琳琳发来的短信，人家都是姐姐给弟弟花钱，你倒好，榴莲那么贵，你也好意思吃你弟买给你的。陈默打工赚点钱不容易，你要是真的心疼他，以后就不要让他再给你买了。我谢谢你。我被气笑了。我亲弟给我买个榴莲，轮得到他一个没过门的女朋友指手画脚了。知道我和许琳琳不对付，我弟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我看得出陈默的确很喜欢这个女孩，几乎对她言听计从，该忍的我都忍了。要说和许琳琳真正的爆发，是因为我带着舍友回家住了一晚上。因为舍友过生日，我们宿舍4个人一起去酒吧玩，回来的时候已经12点了，学校的寝室早就已经关了。我提议去我家房子那里凑合一晚上，舍友梦瑶担忧地说了句：“不大好吧？你弟女朋友会不会生气啊？”知道舍友是在为我着想，但我还是被这句话搞得破防了。我爸妈给我们买的房子，为什么要看我弟女朋友的脸色？在我强烈的要求下，3个舍友这才跟着我回了家。虽然大家都喝了酒，但舍友人很好，知道已经很晚了，陈默和许琳琳都睡了，尽量不发出动静，就这么很安静的睡了一个晚上。第2天早上起来，我刚一走出卧室，就见许琳琳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。陈念，你没事吧？自己天天在我们这蹭吃蹭喝也就罢了，现在还带着你这帮朋友回来过夜，你到底能不能有点分寸感啊？很好，我朋友都还在这里，他就趾高气扬的将话用在了我脸上。这我要是还能忍，我就跟他姓。我没出声，扭头走到了卧室里，拖起行李箱，将他的衣服快速塞满，然后推开了门，狠狠地扔了出去。行李箱没有扣紧，他的衣服酒落了一地。我这些天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指着门口，平静地开口道：“给我滚！以后我们家不欢迎你。”
许琳琳显然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做，愣了一会，随即又笑着讥讽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陈念，你弟才是你们陈家唯一的香火，这个家里的东西以后都是你弟的。你以后嫁出去了就是个外人，凭什么让我滚？”我被许琳琳的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，很难想象这是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女性嘴巴里说出的话。还没进我们家门，就开始惦记我家的东西都是我弟和他的了。我笑了，妹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能再踏进我家门一步，都是我无能。你最后要是真能嫁进我们家，算我输。看得出许琳琳被气得不轻，我瞥了她一眼，还不滚，等着我叫保安来吗？走就走。许琳琳咬着牙，我等着你弟求我回来。陈念，咱们走着瞧。砰的一声，我直接将门用力扣上。越想越气，我打开了家族群，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，直接甩进了群里。这是只有我们一家4口的家族小群，平日里经常聊天，我和陈默几乎每天都冒泡。消息刚发出去，我妈瞬间就跳了出来：“陈默谈女朋友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这臭小子提起来过？”我爸抓住了重点：“这2人同居，他能对人家女孩子负责吗？就住到一起。你谈女朋友，我跟你妈不管你，但你听听他说的这都是什么话？你姐怎么就是外人了？我看他才是咱们家那个8竿子都打不到的陌生人。”我爸更狠，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：“臭小子，你谈恋爱我们不拦着，但你看看你谈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要是还想和他在一起，我也不拦着。今天你就收拾收拾搬出去住，这个房子从今天起就是你姐一个人的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群里全是我爸妈在输出，我弟始终没有露面，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。现在已经晚上12点多了，按理说这个时间陈默早就已经打完工回来了，可今天却迟迟未归。秋天是多雨的季节，外面电闪雷鸣，这场雨已经下了整整1天，没有关的窗户吹进一丝凉意，我打了个颤，不禁有些恼，是不是这件事应该和陈默私下单独解决，把爸妈都牵扯进来，是不是不大好啊？这么想着，指纹锁忽然传来了输入密码的声音，我扭头一看，是陈默回来了，身上因为没有打伞全湿了，顺手抽出了几张纸巾后，我起身走了上去：“你一天干嘛去了？打你手机也不接。”陈默没说话，但我猜他肯定看到了群消息，爸妈骂了他一下午了，他肯定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用纸巾给他擦着头发，正想着要怎么安抚一下他，哪知陈默却偏开了头，抬起脸后看向我的眼里满是抱怨：“姐，你一定要这么对琳琳吗？”我愣住了。陈默又开口道：“就算你不想让他住在这，也没必要非得选在这种天气把他给赶出去吧。说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从小到大几乎没跟他闹过什么矛盾的弟弟，有一天居然会因为交了女朋友而跟我吵架。”一时间我怒极反笑道：“他骂我的那些话你眼瞎了，看不到？明明是他自己摆不清楚位置，还成我的错了是吧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想赶一个外人出去还用得着挑日子吗？这是你家，不也是我家吗？难道我没有使用的权利吗？”陈默的声线拔高，语气有些激动：“我知道你看不上琳琳，嫌弃他家是农村的，可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富豪吧？有什么好傲气的？你至于这么羞辱人？你知不知道他都发烧了，还哭了一整天？人家家里是没咱家有钱，但也是爸妈捧在手心上长大的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”说完，陈默撞开了我：“我就是回来拿点日用品，琳琳现在还在酒店等我。”
我什么时候看不上许琳琳，嫌弃她家是农村的了？她的家庭条件我的确了解过，但反对这两个人在一起，是因为许琳琳的家庭条件吗？是许琳琳理所应当的觉得这个家以后的东西都是她和我弟的，是占着爸妈买给我跟我弟的房子，却骂着我没有分寸感，是她人品有问题。经过了上次的争吵以后，我和陈默2天没有联系，他也一直都没有回家住。直到几天后，我一个人去吃饭时，意外撞见了陈默和许琳琳。在看到我走进来后，许琳琳立马将视线移开，不知是不是故意的，甚至转头跟陈默撒娇，要吃他盘子里的排骨。倒是陈默在见到我以后有些心虚，连忙站了起来，语气带着讨好：“姐，你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”我没有说话。陈默一副死皮赖脸的模样：“姐，你别不理我呗，之前是我话说的不对，你说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，想吃啥都行，就当赔罪了行不？”我还是没吭声，恰好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是我爸打来的电话。我转身走到一边接听了起来，这前脚刚接起来电话，后脚我就听到许琳琳不悦的声音隐隐约约传了过来：“你干嘛要帮他买饭？他自己没钱吗？老是花你的钱，一顿午饭能有多贵？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姐送我1双鞋都顶着1个月的饭钱，好吧？”说着，陈默已经摸出了饭卡。不许你去！许琳琳像是跟他杠上了，将陈默又拽了回来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他自己又不是没有手没有脚，凭什么指使你买啊？还有，你刚才那副哄人的语气是几个意思？我真服了，你俩都这么大了，那种语气多暖妹啊！他能不能避一下嫌啊？祖宗，咱能不能别闹了？我给我亲姐买个饭有什么好暖妹的？食堂挺吵的，我只能隐隐约约听到2个人的对话。3言2语间，许琳琳就已经赌气般扭头走掉了。琳琳，陈默也连忙站了起来，慌慌张张的对我道：“姐，琳琳的身体还没好利索，我得带她去打针，今天不能帮你买了，你刷我的饭卡，随便吃。”说着，他将手中的饭卡塞进了我的手里，就朝着许琳琳的背影追去。事实证明，许琳琳的确有2把刷子，也可能因为陈默是第1次谈恋爱，再加上本人的性格比较恋爱脑，总之被许琳琳管得服服帖帖的。在许琳琳被我赶出家后，陈默也紧跟着搬了出去，2个人一起在同小区租了一套房子。不知道许琳琳是不是恶心我，还故意租在了同一单元。偶尔我坐电梯的时候还会碰见许琳琳。许琳琳似乎对成功怂恿我弟和他一起搬出去住的丰功伟绩很满意，笑嘻嘻的对我道：“陈念，你自己亲弟弟都不向着你的滋味怎么样？陈默为了我，宁愿搬出那套房子呢。你每次回家的时候挺难受吧？对了，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钱都是你弟一个人出的，他为了交房租，把你送他的鞋都给卖了，姐姐不会生气吧？难受？那我可太难受了。我难受，怎么没早点把你们赶出去？独居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”许琳琳的脸色一变：“你真不要脸！那套房子明明就是你爸买给你弟的，别跟我扯什么你家不重男轻女，我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不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你只是沾了你弟的光罢了。要不是我让给你住，你以为你真的能安稳的自己住在里面？好家伙，我家的房子他一口一个让给我住，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善解人意的？”我弟搬出去住的这件事还是被爸妈知道了。第2天，我爸就开车杀到了我跟弟弟读大学的城市，并给陈默打了个电话，通知他晚上带着许琳琳回家一起吃顿饭。
这可把许琳琳张坏了，一副见了家长即被肯定的架势。饭桌上，许琳琳一改在我面前的跋扈，对待我爸妈的态度那叫一个殷勤。饭吃到一半时，我爸突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掏出来一把车钥匙，我跟你妈这趟来，其实是开了2辆车，这辆新车是我刚给你提的，就停在楼下，待会你下楼看看喜不喜欢。许琳琳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连忙拽了拽陈默的袖子，陈默，你看叔叔对你多好，快把车钥匙接过来呀！见到宝马的车标后，许琳琳的眼底更是写满了虚荣的向往。在她的概念里，爸妈提车了，理所应当就是给陈默提的，陈默的东西那就是他的。在所有人的视线中，我爸不急不躁地将车钥匙放在了我的手心里。许琳琳的表情僵硬了几分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爸对我笑吟吟道：我们宝贝有了车以后，想去哪里就方便了。我接过钥匙，谢谢我亲爸送来的专属跑车，我很喜欢。许琳琳死死地攥紧手，不死心地继续开口道：叔叔，这辆车你是给姐姐提的啊？我以为是给陈默的呢。陈默一个男生，皮糙肉厚的，不怕雨淋，也不怕太阳晒的，买车有什么用？我妈慢悠悠地接过了话：小许啊，我听念念说，前段时间你和陈默一起住在这里，不过前2天才刚刚搬出去了。是啊，姐姐经常带朋友回家，一带就是好几个，太不方便了。我和陈默就主动搬出去了。许琳琳表面上很温和，话里话外却全是阴阳怪气的意思。我听说这套房子是叔叔阿姨给陈默新买的，你们真该劝劝姐姐，她住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意见，但这么新的房子，干嘛带那群外人回来住？我爸端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，喝了口茶，这才开口：小许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。这套房子写的是他姐姐一个人的名，支配权全在他，他就算把这个房子给拆了，谁也管不着。至于你和陈默，我跟他妈不反对你们交往，以后毕业了，他的房我们也会准备，只要你能接受，除了婚房以外，其他的家产全部留给他姐就可以。听到这里，许琳琳的脸色彻底变了，表情也变得十分扭曲。叔叔，您怕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陈默才是你儿子。对啊，我爸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，我们家重女轻男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爸到底是老江湖了，没有和许琳琳硬碰硬，3言2句就将许琳琳搞得心态全崩，气急败坏的离场了。2个人因此吵了一架，直接分手了。见2个人顺利分手，我爸怒火也平息了，说剩下的看陈默的表现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过段时间也给他提1辆车。其实爸妈也许在感情上会因为我是女孩子更照顾我一些，但是在金钱上，对我和陈默向来都是一视同仁。那些话术不过是让许琳琳死心的措施罢了。可陈默似乎对车并不感兴趣，和许琳琳分手后一蹶不振，整个人都颓废了起来。这副模样，连我舍友孟瑶都看不下去了。大哥，你至于吗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女友，咱能不上演这种苦情的戏码了吗？谁知陈默哭得更惨了，我连许琳琳这样的都留不住，我能留住谁啊？见他哭成这样，我和孟瑶都笑得不行。陈默的确是个恋爱脑，跟个大傻似的，很纯爱，没有那些弯弯道子。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上讲，这也算是一个男生的优点，前提是得碰到一个同样恋爱脑且明事理的女生。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段时间后，他居然和孟瑶在一起了。虽然不知道这2人是怎么勾搭上的，但对此我表示很欣慰。
还有什么比好闺蜜变成弟妹更快乐的事吗？宿舍内，我拍了拍梦瑶的肩膀，和我弟谈恋爱真是委屈你了。念念梦瑶却是一副很犹豫的模样。别告诉我你们刚谈就分手了啊！梦瑶摇了摇头，不是，你看这个。说着，他打开了自己的手机，点开了一个视频。我凑了过去，才发现这是一个博主，专门接一些奇葩的稿子。视频里，一只西瓜条正在读着投稿。今天投稿人是一个大学生，他被分手了。这段恋情是被男朋友的姐姐一手搞黄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男朋友的姐姐非常没有分寸感。我和男朋友因为感情很好，于是一起在校外租了一套房子，平时的费用都是 AA 的。男友的姐姐非得也跟着住进来，还不平摊任何的费用。其实我也不是爱算计的人，但时间久了就是心里有些不得劲。我感觉自己很大头，他姐姐很大小姐脾气，经常指使我跟他弟弟去帮他买饭，还必须是需要排长队的那种。其实这些我都忍了，但他后来居然还带着朋友回家住。我跟他吵起来以后，他直接让我滚出去，说这个房子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可我也是出了钱的呀。老实说，我对男友真的很好。前阵子苹果15刚出来，我就想着打工给他换手机。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因为姐姐不喜欢我就要和我分手。他家里人挺宠他姐的，明明还是个学生，他爸就给他姐买了辆宝马。我现在感觉自己的一片真心全都喂了狗。我承认我是恋爱脑，大家轻喷，我至今还有些走不出来，每天都很难过。希望大家能开导我一下。这条视频火了，点赞只有几万，但评论却有十几万，10几万条评论，几乎全部都是骂我的。这女的好恶心啊！救命！哪里来的脸啊？谢谢，这篇投稿更加坚定了我以后绝对不找有姐姐的男生。万一碰到个这种事儿，逼得大姑姐多晦气。姐妹你也太软包子了吧！那女的都岔骑在你头顶上了，你还要忍？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。希望这个姐以后找个会家暴的男人，他值得。开宝马，不会是我们学校的吧？是 X 念吗？这条评论瞬间被顶到了热评，底下的人都在猜 X 念是谁。你们经历过气到发抖的感觉吗？我现在就是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这么会颠倒黑白的女人，居然还跑到投稿博主那里投稿。梦瑶见我这副模样，连忙开口道：念念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也可以投稿澄清回去。澄清？别人污蔑我，我还要自证是吗？我冷笑，投稿是一定要投稿的，但该澄清的人不是我。第二天，我和梦瑶在食堂吃饭时，门口忽然爆发了一阵骚动。第二天，我和梦瑶在食堂吃饭时，门口忽然爆发了一阵骚动。我没有抬头，旁若无人的吃着东西，直到一双脚停住在我面前。一抬头，果然是许琳琳。她咬牙切齿地怒视着我：陈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少给我装傻，把我挂在学校表白墙是吧？还说什么给我24小时的时间，如果我还不澄清不道歉的话，就要给我律师函告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家里有几个臭钱，就真的把自己当小说里的霸道千金了是吗？我只是通知你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澄清不道歉。我的表情淡然，选择权在你自己那里，只要你可以接受不澄清的后果就行。周围很多的同学，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表白墙上的帖子，帖子有我附上的许琳琳投稿的那个视频。当初我弟和许琳琳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的，现在视频火了，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周围人都很明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。许琳琳，
你和陈默走到现在这样，关陈念什么事啊？咱做人得讲良心吧？难道不是你天天在陈念面前作妖吗？真有脸投稿啊！说自己是恋爱脑，我呸！头发长见识短的捞女一个。人家陈默现在和孟瑶在一起了，你一个拿不出手的前女友出来搅和什么啊？周围同学都在指责他，许琳琳自认理亏，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，最后只能瞪着我，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那个视频没有点名道姓，你自己非得对号入座，怪得了谁？让我跟你全网道歉，你做梦！有种你尽管告我就是，我等着。狠话是这样放出去了，许琳琳嘴上说着绝对不会跟我低头，可在我下达的最后通牒规定的半个小时里，还是联系上那个投稿博主删了对我的投稿视频，并且进行全网道歉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件事居然还上了热搜。短短1天内，事情有了如此大的反转，那些吃瓜网友全部都沸腾了。我没有再去翻看那些评论，无非就是一些支持我或者骂许琳琳的言论罢了。我只觉得和许琳琳掰扯够了，既然她已经服软道歉，也变得老实，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任何的关系。后来许琳琳在听说我弟也提了新车后，又贴了上去哭啼啼的求复合，被我弟无情的拒绝。纠缠了几次后，许琳琳终于死心了，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世界里。我也逐渐忘记了这个人。转眼间我们已经毕业，今天我们和孟瑶要出去吃饭，陈默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我们的司机。周末人多，车位极其难找，我们转了好几圈，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位置。陈默将车朝前拱了拱，正准备倒车入库的时候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我们车子的旁边。一个女人从副驾驶座上走了下来，3步并作2步的站住停车位，然后指挥着：“亲爱的，往后倒。”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人是许琳琳。陈默落下了车窗，没好气道：“许琳琳，你没事吧？看不到是我们先来的吗？”开着劳斯莱斯的男人也露出头，对着许琳琳道：“你熟人啊？”许琳琳翻了个大白眼：“什么熟人？一个被我甩了的前男友而已。”见状，中年男人对着陈默讥讽道：“开个破宝马瞎叫唤什么？老子开劳斯莱斯都没你们横。这个位置谁先占到就是谁的，识趣的话就赶紧开走，不然被围观了，难看的只有你们。”孟瑶有些生气，抢别人的车位他怎么还有理了？陈默面无表情的盯着他：“你让不让？”许琳琳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已经开始指挥劳斯莱斯往后倒车了。我望着那辆劳斯莱斯，突然笑了，随即对着陈默道：“顶上去。”陈默也不怂，当即挂上了档就往后倒。2辆车就这样交汇堵上了，谁也不让谁。原本站在一边的保安见状，拿着指挥棒走了上来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停车的？”许琳琳抢先道：“保安大叔，这个车位是我们先占到的，架不住这辆宝马车不讲理呀，非得堵在这里不让我们进，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了？”保安大叔看了看那辆金碧辉煌的劳斯莱斯，又看了看开宝马，一副学生模样的我们，表情一横，像是挥苍蝇一样对我们道：“去，赶紧给人家把道让开。”陈默冷哼：“我凭什么让？刚才你在一边全程看着的吧？是他抢我的车位。”保安大叔依旧是不耐烦的样子：“那又怎么样？人家开劳斯蔡司，几百万的车，你要是真蹭到了，赔得起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赶紧开走吧。”许琳琳得意极了，对着我们挑眉道：“听到没？人家让你赶紧滚，不然蹭到了你们赔不起。”我打开车门，
走到劳斯莱斯旁边，敲了敲车玻璃。中年男人落下了车窗，没好气地瞪着我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给你个面子，你现在带上那个晦气的女人走，乖乖把车位让出来。我可以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你他妈有病吧？你谁啊？坐个垃圾宝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”男人破口大骂：“是吧？”就在这时，我爸的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：“念念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在微信上非得让我来停车场。”许琳琳显然没有想到还有再见到我爸的一天。上一次见面，我爸可是让他破了大防，如今他一改第一次见我爸时那副讨好的模样，微微抬了抬下巴，有些趾高气扬道：“哟，真热闹啊！想不到你居然也在。”我爸显然也认出了许琳琳，他看了看许琳琳，又看了看坐在劳斯莱斯上的中年男人：“你是？给你介绍一下，开劳斯莱斯的那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。我未夫比你儿子优秀，比你家有钱，样样都比你们强。”许琳琳将脚的发丝往耳后掖了掖，洋洋得意道：“说起来，我倒是得好好感谢一下你，当初要不是你，说不定我和陈默就真的成了呢。那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会嫁进你家，更遇不到现在这么优秀的未婚夫了。”许琳琳说着，扭头对着那个中年男人道：“哈尼，停好车了，咱们就赶紧走吧。”那个中年男人却说不出话来，完全目瞪口呆的模样，不敢相信的看了看我爸，又看了看我。许琳琳不解：“思成，你怎么了？”我看着许琳琳男朋友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你刚才不是问我姓什么吗？我姓陈，和你 boss 一个姓，巧了不是？”随即扭过头：“爸，赶紧让你司机把咱家的车开走，我和陈默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车位，他来凑什么热闹？”许琳琳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，随即表情变得极其扭曲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司机，小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爸走了过来，皱着眉头道：“我不是说了今天不用车吗？你怎么把车给开到这里来了？”李思成刚才那副莫张的模样瞬间荡然无存，额头上布满了细汗。“陈总，您听我解释。”他我了半天，愣是解释不出一句来，最后只能涨红了脸。“我不知道这是您儿子和女儿，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对不起，我这就把车开走，随时听您差遣。”见状，许琳琳的面子越发挂不住了，大叫道：“李思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然而司机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直接扔下了他，快速将车位让了出来。我环抱着双臂，对着许琳琳上下轻蔑地扫视了一圈，嗤笑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和我家司机订婚的确不算委屈你，你们挺配的。哦，不对，准确说应该是前任司机，因为他马上就要被炒了。”看着许琳琳咬牙切齿的模样，我的心情大好，那就先预祝你和那位无业游民新婚快乐喽。说着，我揽起梦瑶的胳膊：“弟妹，吃完了饭去逛爱马仕吧，你一直想要的那款包我帮你订了，待会就去拿，全当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了。”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的离开，任凭许琳琳在身后破防道抓狂大叫，也不过是她自讨苦吃罢了，谁又会在意呢？婆婆迷信，说孩子和老公属相相冲，让我打胎，这已经是我打的第3胎了。医生说我子痫损伤严重，再打胎有生命危险。婆婆说医生放屁，硬逼着我去了医院。我在医院大出血而死。我死后，婆婆立刻让老公娶了比她小10岁的表妹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婆婆让我打胎这天。婆婆满脸不高兴，虎和侯氏6冲，
你这胎一定会害死我儿子。我把手放在隆起的肚皮上，笑着说，那就害死你儿子得了呗。这回婆婆愣住了，我老公属猴，上一世我怀孕第一胎属蛇，婆婆说和老公的属相相冲，让我打胎。当时我怀孕7周，要流后，在铁盘里看到了我几厘米大的死胎，心都要碎了。孩子的手小小的，头也小小的，还没有黄豆大。直到2年后我才走了出来，重新备孕。我怀孕第2胎属猪，婆婆又说属相相冲，让我打胎。当时怀孕13周，胎儿已基本成型，不能药流，只能用子宫吸引术。当时没流干净，还做了第2次清研，子宫穿孔和出血，折腾了我2个多月，还患上了人流综合征，经常恶心、呕吐、头晕，还出现了几次晕厥、抽搐。无数个夜里，我总是睡不着，胸口闷闷的，感到莫名的悲伤，还经常梦到一个断手断脚的孩子对我说，妈妈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惊醒后才发觉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。打胎2次后，我子岩壁变薄，月经不调，医生说我怀孕困难。我吃了各种难吃的中药调理都不行。婆婆什么都不懂，就一个劲儿的逼我喝纸灰水，害我吐了好几个月，瘦了10多斤。好不容易我3胎怀孕4个月了，孩子如果生下来属虎，正高兴着，婆婆抢过我的 B 超单撕了个粉碎，说属相相冲，让我打胎。我苦苦哀求，妈，你别这么迷信好吗？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了，让我生下来吧。婆婆满脸不高兴，一定会害死我儿子。虎和猴是6冲，是最坏的，猴子是绑在老虎尾巴上甩的，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要，你敢生，我就掐死。我当时真蠢啊，结婚10年，打了2次胎，这一胎隔了5年才怀上。听婆婆话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死得早。第3次，我在手术台上大出血而死。死后，我变成灵魂飘在空中，才听到婆婆对表妹说，什么属相相冲，我就骗她的。要不是儿子喜欢，当初就不该让那个小贱人进门。原来属相相冲就是个幌子，婆婆就是单纯的坏，她不想我怀上孩子，不想我夺走她儿子对她的爱。上一世，她会半夜突然站在床头看我老公的脸，好几次，我还看到她给我老公洗内裤，洗完还放在鼻尖闻一下，妥妥的变态。这次我坚决反击，把手放在降起的肚皮上，笑着对婆婆说，这样啊，那就害死你儿子得了呗。怕反击力度不够，我又补了一句，反正死的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。婆婆瞪大了眼睛，露出狰狞的表情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上一世那个软弱的我自然不敢，这一世我没徒手掐死他就不错了。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低头对着肚子里的孩子说，宝贝，有狗在叫，你就当听不见啊。婆婆气得脸都红了。上一世我起早贪黑，任劳任怨，把婆婆和老公照顾得特别好，哪知道婆婆抠门的要死，饭桌上剩下的葱花和蒜头都要求我一定吃光。她上厕所不冲水，一定要等洗完衣服有废水才冲，美其明日节约水，快没把我臭死。就连我来大姨妈，她一天也只让我用1次卫生巾，还会去数纸等里的卫生巾，我一旦多用1片就要被骂败家，真是奇葩中的奇葩。这次我说什么也不打胎，把婆婆气得不行。没过几天，她突然说有个远房亲戚在医院当妇产科主任，带我去做免费产检。这个死八婆怎么会这么好心？我半信半疑的做完了 B 超，回家后她一直黑着脸，还破天荒的给我泡茶喝。
我看着他端过来的茶杯，上面飘着草药，心头一紧，仔细一看，那不是益母草吗？那可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孕妇喝多了会流产。猛地，我往上提了下的他的手背，茶杯里的水全泼在了他的脸上。他大叫了一声，像蚂蚱一样原地乱跳。你要死了！我这可是为了你好。你这胎是个女儿，生女儿有个屁用！原来他买通了医生，发现我怀的是女孩，想让我打胎，生男生女都一样。这是我和老公早就达成的共识，他管个屁啊！我直接把茶壶里的水全泼到他脸上。我的孩子，我爱生生，关你屁事！他烫得嗷嗷叫，不停地骂我，生女儿就是赔钱货。我们老徐家倒8辈子霉啊！他之前就说过，一个好媳妇的标准就是努力给婆家生男孩，一胎生不到就2胎，还让我生之前去香港照 X 光，留下男胎打掉女胎，被我和老公一口否决。这都什么封建糟粕，我就不吃这一套。莫名其妙的，他一天到晚在家里拖地，瓷砖上这儿一块水，那儿一块水，我差点没滑倒。我知道他是故意的。婆婆，你这是故意想让我滑倒流产吗？客厅里，婆婆低头拖地，笑着说，哪有，我就是喜欢水，有水生财嘛。好，我转身从厕所提了一大桶水。行啊，这么喜欢水是吧？我直接提桶把水往他房间泼，呼啦啦，他的床、被子、枕头全湿透了，滴滴答答往下渗。婆婆问我这是干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发大水发大财啊！婆婆青筋暴起，用手指着我，气的话都说不全。我低头附耳，用魔鬼般的低语，再要这种小心思，我弄死你！婆婆全身绷紧，额头冒汗，惊恐地看了我一眼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？我稍微发威一下，婆婆就安静了几天。我再次去产检，医生却说我阴道有血，可能有流产迹象，还给我开了保胎的药，问我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。我这才想起在厨房看到的红花，死老太婆又偷偷给我下药打胎。回到家，看到婆婆端着碗偷偷往厕所倒东西，我冲进厕所，果然看到几朵红花的残渣。我说婆婆最近炖鸡汤怎么老有股子怪味？原因找到了，一股火气窜上我的脑门，我一下子就炸了，拿起捅厕所的刷子，抓住婆婆的头发，猛地塞到了婆婆的嘴里。婆婆嘴被堵住，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双手胡乱往外抓着什么。我用刷子在她嘴里转了几圈，她憋红了脸，一直在怪叫。看她快喘不上气了，我这才松开她。她弯腰捂着胸口，喘着粗气，大喊：反了反了！儿媳妇给婆婆塞大粪啊！门外几个邻居闻讯而来，婆婆直接坐在地上大哭，邻居们抱着肩膀议论纷纷，却没有一个上前帮婆婆。还有人小声说，打得好，他们甚至比我还讨厌婆婆。为什么？上一世我嫁进来后，邻居都说我能干，说我温柔善良，人善被人欺。我换来的是婆婆的虐待，胳膊还被婆婆用扫把打断过。有一次我忍无可忍，一瓶农药喝下去，要不是抢救及时，人直接没了。这次本在上班的老公被婆婆叫了回来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告状，让老公跟我离婚。我对老公说，老公，你自己选吧，是站在老婆孩子这边，还是站在婆婆那边？上一世怪我体贴老公，不想让老公难做，对婆婆一忍再忍，才会让我落得个大出血白白死掉的下场。想想是我太蠢了，才纵容老公这么软弱，一个不会为我出头的老公，不要也罢了。我抱着肩膀看着老公，
心想如果老公选婆婆，我就是当单身妈妈也要好好养大我的孩子。老公皱了皱眉头，为难的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婆婆。婆婆站起来，朝地上吐了几口口水，趾高气扬的看着我，似乎志在必得。老公用粗哑的嗓音说：老婆，我当然站在我老婆这边啊。妈，这事是你不对。我刚松了一口气，扑通一下，婆婆又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开始诅咒我：你个小贱人，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肚子里的小贱货跟你一样贱，别想生下来，生下来我就掐死！敢咒我和我女儿！我撸起袖子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直接走过去，啪啪2记响亮的耳光。门口的邻居纷纷为我叫好。我抬手握紧拳头，对着婆婆的眼眶就是一拳。啊！她当场被打得跪倒，眼眶发青，拖着屁股哭着往后退。老公站在一旁，也被我吓得不敢说话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世界上没有脾气坏的人，意思是当有人发现惹你的后果极其惨，就会变得温顺乖巧了。果然，我一发疯，婆婆就变乖了，在家迎面走来都要躲着我，抬头都不敢跟我直视。我一抬手，她下意识就小跑开，估计怕我打她吧。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是轻声细语的，直到我快临盆的时候，趁着我身体虚弱，婆婆又开始作妖了，一天就烧2顿饭，说她不吃早饭，也不让我吃早饭。我生孩子住院7天，她就在医院待了1天。回家坐月子，我营养不够没奶水，孩子饿得哇哇哭，她递给我1包方便面。我问她干嘛，婆婆得意地说：吃这个啊，孕妇吃这个最有营养了。我气得差点从床上摔下去，要不是身子虚，我早给她2耳光子。瞪我干嘛？不吃啊？不吃拉倒。她直接把方便面扔进垃圾桶。我喊来老公，老公急忙给我炖鲫鱼豆腐汤。我光顾着照顾孩子，没空收拾他。我爸妈听说后，急忙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从老家飞过来，还背了5斤土鸡蛋和8只农村土鸡。看到我憔悴的模样，我妈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都说不让你远嫁了，你看你这么远，受欺负了，妈妈都照顾不了你。我眼角一股暖流涌了上来，连着1个礼拜，我妈给我炖了7只鸡，我一下就胖了10斤，奶水也足了。爸妈刚走，婆婆就把剩下1只鸡在冰箱里藏起来。老公训了她后，婆婆才不情不愿地炖了鸡汤。结果呢，给我吃骨头，自己吃肉。老公不信，我把监控调出来给他看，他都傻了，问婆婆为什么要这样。妈，那可是你孙女啊，儿媳妇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小气呢？婆婆还狡辩说没吃，看了视频马上变脸撒泼。我就吃了怎么样？你媳妇是个泼妇，欺负你老娘你不管，现在又生了个女的，不值钱，只知道花钱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踹了她一脚。你才不值钱，死老太婆！我爸妈带给我的鸡，你凭什么不给我吃？婆婆应声倒地，大喊：救命啊！杀人啊！老公拉了我一把，我哭着问他：你自己说，你妈该不该打？他叹口气，点点头，松手任凭我踹。我2手搭在老公的肩上，提起1条腿，一下一下往下踹。婆婆抱着头，急忙跑开，从此以后更讨厌我了。坐月子期间，她对我和孩子不闻不问。我产后2个多月排黑色恶露，腰疼，疼得起不了床。婆婆冷嘲热讽我：你腰疼是缺少运动，每天拿个抹布多干活，腰就不疼了。我懒得理她，把她对我说的话一五一十全告诉老公。老公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。我微微一笑，
我有我的计划，没想到女儿感冒提前了我的计划。这天，女儿一直哭，额头烫得厉害。我本来要带孩子去医院，婆婆说她带孩子去，刚好我有点事需要去单位。晚上回家，我在客厅就听到女儿的哭声，鞋子都来不及脱，就急忙跑过去，看到婆婆把女儿放在浴盆里了，都感冒了，你还给她洗什么澡啊？我冲过去抱起孩子，手指碰到水，心一惊，水居然是凉的。你给孩子洗冷水澡？婆婆抬起下巴，略带嘲讽地看着我，洗冷水怎么了？一个赔钱货，浪费什么热水？现在是12月，天气7、8度，给一个才满月的孩子洗冷水澡，这根本就是谋杀！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窜出来，我突然想到，女儿感冒好像就是从前天婆婆给女儿洗澡开始。此时女儿已经哭得嗓子都哑了，小脸都快发青了。我胸口像被火烧一样，一股怒气冲了上来。我一脚踹开浴盆，把水全泼在了婆婆身上。哇哇哇！女儿的哭声让我清醒了下来。我攥着拳头，忍着怒气，先带孩子去了医院。医生说孩子的感冒已经恶化成肺炎。我气得胸口疼，带着哭腔给爸妈打了电话。当晚，爸妈就飞了过来，帮我在医院照顾孩子。老公也请假来医院陪护。孩子在医院整整住了2个礼拜才好。他每哭一次，我的心就碎一次。小心翼翼抱着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宝贝儿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保护好你。”我知道婆婆心狠，没想到她会狠心到这个地步。这个仇我不能不报。孩子出院那天，我借口收拾东西，一个人先回家了。卧室里，婆婆悠闲地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整整2个星期都没过问过女儿一句。这个杀人凶手，我一脚把她踹得飞了出去，她撞上床角，满脸是血。婆婆被打懵了，她用手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大叫了一声：“你有病啊！”我瞬间抱起，揪住她的头发，一把把她拖到浴室，面无表情，像拖一具尸体一样。婆婆从没见过我这样，吓哭了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哭有个屁用啊！感动我女儿，我让你偿命。婆婆说她不是故意的，真的只是为了节约电费才用冷水给我女儿洗澡。她一脸不高兴，斜睨了我一眼。我哪里知道小贱人那么容易感冒，找死！我打开浴缸的水龙头，水哗啦啦往下流。给我女儿洗冷水澡是吧？我也给你洗洗。我把她踹进浴缸，从冰箱拿了5袋冰，哐当一下全扔到水里，还把空调开到最低，整个浴室都充斥着一股寒气。婆婆挣扎着往浴缸外爬，又被我拖了回来，按了下去。她整个人淹没在水里，全身颤抖，抱着身子连续打了好几个喷，放我出去啊！我要冷死了！爸，这个时候知道求饶了。我女儿话都不会说，她又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？我女儿还那么小，如果不是我及早发现，女儿可能被活活冻死。想到这里，我胸口坠得疼，眼角含泪，揪住婆婆的头发，猛地把她往水里摁，快放开！老公抱着女儿站在门口大喊。看到女儿的瞬间，我的手松开了。我本来也不过是吓一吓她，让她再不敢欺负我和我的女儿，让我为了这么个恶毒的老太婆犯罪坐牢，我可没那么蠢。婆婆仰头，张大嘴呼吸，大喊：“儿子救我啊！救个屁！”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来气，转身我又给了婆婆一巴掌。婆婆像只蚯蚓一样在浴缸里扭动，哭喊着让老公打我。你就看着你媳妇打我吗？我白养你这个儿子了，快给我打回去啊！儿子叹了口气，跟我求情。我接过女儿，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，
又欣慰又自责，差一点我就失去了我的天使宝宝。离婚还是让你妈滚出去，你自己选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和婆婆不可能再同处一个空间。老公年纪不小了，35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女儿，他比我还宝贝。我被逼死了一次，现在也该逼一逼他了。你想清楚，离了我你能找个更好的吗？还有人跟我一样瞎了眼嫁给你，对你这么好，还能有媳妇受得了你妈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喝过一次农药了，不会喝第二次。老公年入30万，有车有房，又老实顾家，他可能会找到更好的。如果没有这么个妈，他比我还清楚这点。他思忖片刻，咬咬牙，摇头说：“妈，你搬出去吧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”老公如我所愿，和婆婆决裂了。婆婆哭闹了几天没用，老公默默替她收拾行李。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，差点搭上我女儿的命，我没让她赔命就不错了。回老家后，婆婆到处跟人说我的坏话，无所谓，最好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。没了她，我和老公的工作顺风顺水，女儿健康长大，再不用担心被死老太婆毒害。我们还在市中心买了套新的电梯房，一套125平方米，3室2厅2卫的精装修。刚交房入住，婆婆带着小叔子上门了。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儿子啊，你这房子真不错，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呗。”老公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。小叔子接过话茬，酸溜溜地说：“哥，你买房为啥不给我说？我要娶媳妇了，正缺个房子用。”婆婆说：“反正我们还有套房80平方的2房，可以住那套，让我们先把新房借给小叔子娶媳妇。说女方那边要求有房才嫁。”我这小叔子被我婆婆宠坏了，毕业几年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没存几个钱，还找我婆婆要钱花，哪来的钱买房？8成就是想借我们的房坑女方，先把女方骗到手再说。婆婆瞥了我一眼，不满道：“再说了，你媳妇不让我和你住，你还不孝敬我一下？”说完，婆婆马上装模作样说自己最近背痛腰痛，还一个劲的捶腿。我年纪大，腿脚不好，老家那房子又没电梯，就缺个电梯房。她这话里话外，不就是要住我们的新房吗？这两母子怎么想的？我们辛苦打工10年，攒钱买的新房，凭啥给他们住？要点碧莲吗？老公气得脸红，正要发怒，被我拦住了。我抱着肩膀坐在婆婆旁边，轻松道：“婆婆，你腿不好是吧？”婆婆点头，哎呦哎呦的叫着。我凑到她面前：“那就把腿砍了呗，装一只。”婆婆僵直了身子，瞪大眼睛推开我，气得头发都要飞起来了。小叔子冲我吼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敢这么吓唬我妈？”有了小叔子撑腰，婆婆也硬气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利索的站起来讽刺道：“就是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和野男人生的。”啪嗒一下，桌上茶壶的热水泼到了婆婆脸上。不是我，是老公。我抬头就看到老公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妈，你够了，差点害死我女儿，现在还要诽谤我老婆，抢我房子，害我妻女，你是要逼死我是不是？”老公全身发抖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我从来没见过的怒气。我不由得鼻头一酸。还有你，没出息的东西，娶媳妇买房钱都没有娶个屁啊！都给我滚！还没等我出手，老公挥手，像赶瘟神一样，急忙推着2人往外赶，1分钟都不想和他们多待。砰一声，用力关上门，转身就抱着我和女儿一个劲的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让你受气了。”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我可不会受气。
小叔子结婚那天，我马上就报复了。婆婆一直盯着我，不想让我跟弟媳说话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借来的钱，给小叔子买了套新房。嫌我晦气是吧？我偏要和弟媳说话。弟媳，你知道吗？咱公公得过肝癌，他们亲戚还有人得食道癌和神经病，听说是家族病。小叔子也有肝病，婆婆还得过胃癌，现在是好了，医生说还有复发的前兆。听说啊，他们泉州乡下工厂打工的几个表哥，全都活不过35岁就得肝癌挂掉了。我边说抹起了并不存在的眼泪，捂着心口，装出悲伤的模样。我老公也是，肝有点问题，我瞎说的。老公有胃溃疡，是在外应酬喝酒喝多导致的。我们每年都有定期体检，他身体被我照顾得好好的，没什么大毛病。穿着婚纱的弟媳摸了摸肚子，看起来有些为难，原来是怀了。我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嫁给我小叔子这个混混？那我更要给她提个醒呢。人生不管什么时候，回头是岸啊，错一时可以，错一世可不行。弟媳一脸忧愁，婚礼还是照办了，孩子也生了，是个儿子。婆婆特意打电话给我炫耀，还是我小儿子有本事，生了个带把的，不像你。我笑着说，你小儿子买房的钱还完了吗？电话里婆婆你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气得用力挂了电话。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。小叔子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弟媳妇直接跑了。幸好这个小姑娘听了劝，婆婆打了几次电话，让我老公给小叔子还债。我早就给他打过招呼了，借钱就离婚，老公没那个胆子。加上之前婆婆和小叔子的骚操作，我不断在老公耳边提示，吸血的家人不能要，你要搞清楚下半辈子和谁一起过。老公果断和我统一战线，一致对外。不管婆婆和小叔子怎么说，他都不借钱，非常硬气的回复，自己拉的屎自己擦屁股，你们的错误凭啥我给你们买单？没多久，婆婆直接带着小侄子上门，你弟现在没钱养不起孩子，这可是咱家长孙，这样我和弟说好了，把小孙子过继给你，以后你这套房也有人继承。我和老公同时笑了，看着被婆婆紧紧抱在怀里的小男孩，2岁多，脸上脏兮兮的，左右手全是糖，坐一会儿站一会儿，非常不安分，时不时还对婆婆拳打脚踢，直呼她的大名李春燕，给我买糖，声音尖锐，像钥匙刮玻璃的声音，叫得人烦躁，一点教养也没有，还想过继给我，凭什么？妈，我有孩子了。老公憋着一股气说。我听到他呼吸变粗，应该和我一样生气。婆婆大吼，你那是女的啊，不值钱。我急忙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，把女儿带进房间，把房门关上，不想让她听到不干净的东西。回到客厅，老公已经气红了脸，粗声粗气道，我女儿是千金，你懂个屁，现在赶紧给我滚，再多说一句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动手。13，小侄子开始大哭，婆婆急忙哄着，随手拿起桌上的蛋仔玩偶，被我抢了回来，别脏了我女儿的玩具，听不懂人话啊，赶紧滚。小男孩哭得更厉害了，跳起来用脚踢我，还朝我吐口水，大骂草泥马，才2岁多就满口脏话，就这种素质还想过继给我，我都要吐了。抓起小孩的背，朝他屁股狠狠打了2巴掌，天杀的呀，敢打我宝贝孙子！婆婆叫嚷着抬手就要给我1巴掌，被老公抓住了手腕，厉声道，妈，够了，别太过分了，要不然我就当没你这个妈了，钱我也不给了。一听到钱，婆婆就安静了，
扑腾的手瞬间无力垂了下来。婆婆不是人，我和老公还是人，每个月都给婆婆3000的家用，没有人会和钱过意不去，尤其是婆婆这种怂人，为了钱，她只能灰头土脸的带着小侄子回去了。再次见面是在医院，婆婆被小叔子打进了医院。14，医院病床上，婆婆头上全是绷带，右手和左脚还被打了石膏。听说是小叔子找婆婆要钱，婆婆不给，小叔子打了她1个小时，没打死，只是打断了腿脚，真可惜。我惋惜的看了婆婆一眼，用冷水给婆婆泡了碗方便面吃。旁边床的阿姨责怪我，虽然不是亲妈，也不能这么对她吧，做人还是要讲良心的。我笑着解释，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就是给我吃的方便面，直接让我干吃，说有营养呢。阿姨皱了皱眉，马上变脸，用鄙视的眼神看了眼婆婆。怎么会有这种婆婆？自己也不是没生过孩子，不知道坐月子多难受吗？现在落到这个下场，活该。我心里一阵窃喜。苍天有眼，恶有恶报。婆婆当时虐待我，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吧。她看着碗里的泡面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卑微的问道：“能不能帮我换成热水？”我依旧保持微笑说：“不能，死老太婆差点害死我女儿，我没在碗里下毒就不错了。”婆婆别过脸说不想吃，等我上个厕所回来，碗里的面都吃光了。呵，早知道如此，何必当初。15，婆婆还跟老公好言相劝，希望把她带回家跟我们住。我不肯，老公更不肯。婆婆一脸苦相，继续一个人在乡下带小侄子，直到小侄子10岁偷钱被抓坐牢，她气得中风，被我们送到养老院。去养老院看她的时候，婆婆瘦了20来斤，脸上的皮肤像枯草一样，一点气血都没有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哭着说：“对不起啊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对你和孙女那么坏。”我静静地看着她演戏，看着她一滴眼泪都没流，毫无诚意的道歉求原谅，忏悔了半小时，她才说出真实意图：“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在养老院太可怜了。”那有啥办法？不都是她自找的？我都想孙女了，想回去看看她。我笑了：“李春燕，你哪里来的孙女？不早被你弄死了吗？”她顿了下，说她不是故意的。我都懒得听。她又转头跟我老公说：“下次带孙女来，要不让我回去看看孙女。”老公不耐烦道：“妈，你就别演了。”婆婆笑容僵住，再没说一句话。养老院斑驳的墙皮簌簌掉落，与婆婆浑浊泪水中的不甘形成诡异呼应。她枯瘦如柴的手指死死攥住老公西装下摆，指甲缝里还沾着养老院发的廉价护手霜，在深灰色面料上晕开惨白的印记。我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刻意在瓷砖地面敲出清脆声响，这声音像一记记重锤，砸向那段暗无天日的过往。回到家时，女儿正在用彩色铅笔给作文配图，阳光穿过百叶窗，在她粉色的卡通围裙上切割出整齐的光影，蜡笔在画纸上沙沙作响。妈妈，她蹦跳着扑进我怀里，羊角便扫过我的下巴。老师说我的妈妈要在全校朗读。我埋手在她柔软的发间，闻到草莓味洗发水的甜香，眼眶突然发烫。老公从身后环住我们，下巴轻轻蹭着我的发顶。厨房里煨着的排骨汤咕嘟冒泡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上的霜花。这样温暖的日常持续了3个月零17天，直到那个暴雨倾盆的午后，我正在会议室演示季度方案，手机在投影幕布的蓝光中不断震动。
养老院护工带着哭腔的声音混着雨声传来：“徐太太，您快来吧，老太太不行了。”我盯着 PPT 上跳动的柱状图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直到散场时才发现留下4道月牙形血痕。重症监护室的消毒水味刺得鼻腔生疼。婆婆插满管子的手像枯枝般颤抖，浑浊眼球艰难转动，在看到我的瞬间突然爆发出惊人力量，扯掉氧气面罩嘶喊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儿子家！”心电监护仪刺耳的警报声中，老公的喉结上下滚动，我却将婚戒在无名指上转了2圈，那是他去年纪念日补送的，钻石在冷白灯光下折射出锋利光芒。医生说这里的特护比家里专业。我从手包里掏出润唇膏，慢条斯理涂抹唇角，毕竟当年您让我喝指挥水保胎的时候，也没考虑过专业性。婆婆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输液管随着她剧烈的咳嗽疯狂摇晃。老公按住她的肩膀，回头看我时眼神复杂，却在触到我颈侧淡粉色的疤痕时，默默垂下了头。那是3年前被他用碎瓷碗划伤留下的。葬礼在阴沉的雨天举行，小叔子醉醺醺地撞开灵堂门，酒气混着廉价香水味扑面而来。哥妈，存折密码到底多少？他染成黄色的头发油腻打结，金链子在笑意外晃得刺眼。我将女儿护在身后，看着她踢翻花圈，白色菊花散落在湿漉漉的地面。老公突然抄起供桌上的香炉，青铜底座在小叔子脚边砸出闷响：“滚！”这场闹剧不过是噩梦的开端。小叔子开始在业主群编造长嫂谋财害命的谣言，甚至用红油漆在单元门上写杀人犯。有天清晨，女儿攥着被撕碎的奥数奖状站在门口，校服裙摆上泼满墨汁。我蹲下身擦掉她脸上的泪痕，摸到她后颈微微发烫，她已经发了3天低烧，却因为怕我担心一直强撑着。律师事务所落地窗外春雨绵绵，我们将一沓沓证据推到律师面前：医院诊断书、报警回执、小区监控录像。小叔子殴打婆婆的视频里，老人蜷缩在墙角的模样，与当年我被他堵在楼道里的场景重叠，建议申请人身保护令。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。另外，关于他参与地下赌场的线索，法庭宣判那天阳光格外刺眼。小叔子戴着手铐被押走时，突然转头冲我狞笑：“你以为结束了？”他的威胁像颗定时炸弹。直到3个月后的幼儿园门口，我看到他从黑色轿车里钻出来，手腕上多了条狰狞的刀疤。女儿的冰淇淋啪嗒掉在地上，粉色奶油在柏油路上晕染开来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将录音笔拍到他面前，那是他威胁物业保安的对话：要么滚出这座城市，要么我让你在牢里待到头发花白。他的拳头擦着我的耳畔挥过，却在听到警笛声的瞬间脸色煞白。看着警车尾灯消失在街角，女儿突然从身后抱住我，小手在我后背画着圈圈。妈妈像超级英雄。生活重回正轨时，女儿的钢琴声正飘满整个屋子。老公系着小熊围裙，端出糖醋排骨，鼻尖沾着面粉。我倚在厨房门框，看着他们为最后一块排骨争执，忽然想起重生那天在医院的决然。命运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不是让我沉溺于仇恨，而是教会我如何在废墟上重建幸福。